这是一艘扮猪吃虎的导弹艇，单看这外观，如果没有舰首的那门76毫米主炮，简直就是缩小的民用平底驳船。然而，千万不要被这外表骗了，这可是一艘装有8枚 NSM 导弹的大杀器，并且全舰这简洁低调的外观都是为了雷达隐身而设计。该舰凭借船体的复合材料以及覆盖的可吸收雷达波涂层，能够悄无声息地抵近敌方的海岸线或舰船，发射 NSM 导弹进行绝杀。攻击后还能以60节约合每小时110公里的夸张时速迅速脱离战场。这就是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的挪威盾级隐身导弹艇。该艇为挪威自主设计。首先，盾级导弹艇这个名字起的就非常贴切。从上往下俯视看，与传统舰船尖头外形不同，盾级导弹艇呈现出一个宽大的盾牌形象，这正是该级舰艇设计的最大的新颖之处。舰首是平头而非常尖的尖头，这是因为盾级导弹艇采用了气垫双体船的设计。这种设计的基本结构就是在双体船艇身中间加了一个气垫，同时整合了双体船和气垫船的优点，使得舰艇的航速、操纵性和稳定性都得到提升。与常规船体或半潜船体构造相比，气垫双体船设计能够获得更低的进水面积，能够大幅度减少波浪阻力，并提高船体的抗冲击能力，并且在空气垫作用下升高的船体还能够减少磁性部件的磁场特征。同时，得益于这种舰体的设计，使得其吃水仅需要 0.9 米，能够拥有很强的潜水水域通过能力。一些大型战舰无法使用的航道，盾级导弹艇都可以轻松通过。不仅在撞击水面或其他碎石堆时具有低易损性，还能抵抗水雷爆炸冲击，使得其在近海作战时有更多的战术选择。而采用这种开创性设计的原因，则完全得益于挪威这个国家的地理情况。挪威位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西部，漫长的海岸线外加星罗棋布的沿岸岛屿，使得挪威海军迫切需要一种近海作战能力极强，并且吃水很浅的小艇来执行巡逻、监视、作战任务。该级导弹艇最早于1996年8月30日建造，1998年9月22日首艇下水并投入使用。目前，挪威皇家海军共建造了6艘，来取代之前的14艘老旧快艇攻击艇。在隐身设计方面，为了最大程度地减少所有可探测特征，舰体的上层建筑整体性很强，采用小倾角设计，全舰不存在90度角，从而使照射的雷达波发生偏转。上层建筑具有高度低、外形圆滑的特点，安装在其顶部的装备布局合理，尽可能隐藏在艇体内。上层建筑大量使用了消声涂层，舰桥窗采用了雷达波吸收材料，所有的舱口均采用埋入式设计，以减少雷达散射截面积。就连全舰唯一突出的武器76毫米舰炮都配备了一个由雷达波吸收材料制成的隐身罩。9.6 米高的主桅杆完全由碳纤维制成，横梁和支撑结构也采用了相同的材料。在船体材料结构上，内外多层船体使用纤维增强材料，这种材料由玻璃纤维和石墨多层粘合布组成，边缘则使用乙烯树脂和聚酯树脂加固。纤维增强材料有效地减少了船体的总体重量，使得盾级导弹艇在全长 47.5 米、全宽 13.5 米的尺寸下，满载排水量仅为270吨。不仅如此，这种复合材料还能够吸收强烈撞击造成的冲击力，从而能够最大程度地减少对船体结构造成的损伤。同时，与传统的金属材料相比，纤维增强材料赋予了盾级导弹艇超强的浮力，使其很难发生沉没。动力系统方面，盾级导弹艇最初使用的是柴燃混合动力系统，随后更换为全燃气轮机联合动力系统，由4台普拉特惠特尼燃气轮机为2部卡梅瓦 80S2 喷水推进器提供驱动力。每个单船体中的动力装置都由2台燃气轮机、1部喷水推进和一个减速箱构成。在40节即每小时74公里的航速下，能够续航1500公里。盾级导弹艇采用喷水推进方式，喷水推进不仅产生的噪音小，吃水深度要求低，而且机动性很强。喷水系统的矢量喷嘴能够独立操纵，
因此，该级导弹艇除了无需配备侧旋螺旋桨和手旋螺旋桨外，甚至能在高速航行中转过急弯。同时，动力系统为隐身性也进行了专门的优化，燃气轮机排气口处安装了海水冷却装置，使红外特征降至最低。出水管埋入双船体间的气垫中，并一直通向艇尾。这样的设计与纤维增强材料相结合，使得盾级导弹艇的声学特征得以大幅降低。盾级导弹艇定位是轻型快速攻击艇，但由于其作战装备火力强大，因此该型舰更多被定义为轻型滨海战斗护卫舰。这反映出其主要的用途是作为快速反水面舰艇的作战平台。对于远距离目标的打击，盾级导弹艇可以使用 NSM 导弹攻击，不同于一般的导弹艇会有明显的导弹发射器。盾级导弹艇的甲板上除了舰首的舰炮外，看不到其他多余的装备，这是由于其反舰导弹发射器采用了可升降式的设计。在盾级导弹艇的后甲板下隐藏着2组4连装 NSM 反舰导弹发射器，需要发射时升起导弹发射器，发射完成后发射器自动收回，使舰艇的雷达散射截面积维持在较低数值，导弹尾焰则通过舰尾的一处开口排出。NSM 导弹由挪威康士伯公司研发，导弹外形采用了明显的隐身设计，最大射程为200公里，导弹半穿甲战斗部重120公斤。装设了智能可编程多功能引信，利用 GPS 辅助中断制导，与先进的双波段红外成像导引头进行了目标自动识别。在导引头开始搜寻目标前，但在数字化飞行控制电脑控制导弹沿峡湾复杂的地形轮廓飞行，红外成像导引头探测识别并选定目标，在飞行末段通过导弹的随机机动来突破敌方舰船的进程防御。而对于近距离目标的打击，挪威皇家海军原计划为盾级导弹艇配备一座57毫米的舰炮，但最终决定安装奥托梅莱拉公司生产的76毫米62倍口径速射炮。该型舰炮口径更大，火力更强，每分钟射速高达120发，在反舰模式下能够打击16公里外的目标，在防空模式下对空射程为5000米。但这样的防空火力显然不能应对现代战场的空中袭击，因此盾级导弹艇还装备一具便携式防空导弹发射器，用于发射西北风舰空导弹。该型导弹战斗部重3公斤，射程4公里。除此之外，还装备有2挺 12.7 毫米机枪和一座蓝银金属 MASS 干扰弹发射器。这是一种由轻质碳纤维材料制成的自由转动式隐身发射器，在海上无论发生纵摇还是横摇，发射器都可以保持恒久稳定。可装填32枚射弹，通过逐个错时发射的方式，将敌方反舰导弹和制导射弹诱离其预定打击目标。2015年后，挪威为盾级导弹艇升级到挪威康士伯公司的127毫米海洋守护者全稳定型遥控舰炮。该型舰炮可自动跟踪目标，并且独立随动轴使传感器跟踪目标的同时，还可以进行武器弹道的修正。在武器雷达方面，盾级导弹艇配备一部泰勒斯 G 波段多功能雷达，该型雷达配有轻量化和相控阵天线，并集成敌我识别系统，为盾级导弹艇提供远距离对空监视、对海监视、自动跟踪、自动防御、目标评估与武器分配以及武器控制能力。在对海监视模式下，该型雷达可探测140公里范围内的中低空目标。在远距离对空监视模式下，探测距离约为185公里；在自动防御模式下，可探测和跟踪55公里范围内的任何威胁。盾级导弹艇的通信系统由德国航空航海系统公司提供，该通信系统包括高频、甚高频、特高频、无线通信和卫星通信，可支持北约 Link 11和16数据链通信。船员可以通过整个通信系统将总体作战态势进行安全分享，从而使北约舰船开展密切协同作战。从盾级导弹艇的整体设计和武器配置来看，虽然其建造目的是用来在挪威滨海水域巡逻，但实际上却能够执行多种作战任务，既可以在滨海水域巡逻警戒，又可以在蓝水海域作战。事实证明，盾级导弹艇是挪威皇家海军的最灵活性的舰艇，尤其是在装备了尖端的通信与雷达系统后，能够在国际联合军事行动中做出巨大贡献，甚至可以执行长期的域外部署任务，最高可达60节的航速，使其能够在反登陆作战中发挥巨大作用。
不过，盾级导弹艇目前没有出口的计划。如果能够开放购买的话，相信其在东南亚、朝鲜海域甚至台海地区都能发挥出巨大的军事价值。好了，这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。你们认为盾级导弹艇与台湾的沱江级巡逻舰相比，哪一个更为出色呢？欢迎将看法发表在评论区。我是火力军，我们下期再见。